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统一日本。在他统治下的日本是国富民强，抚平了常年战争带来的伤痕。丰臣秀吉见着日本一步步强大，他就有了建立一个大国的想法。在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兵出征朝鲜，日军攻势十分凶猛，迅速攻下了朝鲜的重要城池。朝鲜国王马上就向明朝求援，万历皇帝派遣祖承训前去救援。祖承训呢，因为准备不足和轻敌，被日军击败，这也给了日本信心，认为所谓的大明也不过如此。万历皇帝也被这失败打醒，又派辽东总兵李如松为提督，救援朝鲜。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便是李如松，让我们看看李如松是如何在朝鲜战场打开局面的。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李如松，字子茂，辽东铁岭人。其先祖在唐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去到朝鲜，到明朝才返回。其父李成梁当时为辽东总兵。生于将门的李如松是从小耳濡目染。李如松随着李成梁征战立功，一步步地走上朝堂。那父子两人同样身居高位之后，李如松为了不让朝中文人说闲话，父子两人住房的地方还是相距很远。在李如松进入朝鲜战场之前，他一直是在宁夏和叛乱的宁夏副总兵八拜父子交战，这便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宁夏之役。在万历皇帝派祖承训救援朝鲜的同一时间，李如松是正在宁夏鏖战。在祖承训失败之后呢，刚在宁夏结束战役的李如松便收到了皇帝命令，让他统帅诸部，加上他两个弟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前去救援朝鲜。同年12月25号，明军东渡鸭绿江救援朝鲜。此时的朝鲜八道已经全被日军拿下，只剩下了平安道北面靠近辽东益州的一部分土地没被攻下。朝鲜皇帝李炎被驱逐。你说朝鲜好歹是个国家啊，怎么会这么快就被日本给打成这个样子呢？说当时朝鲜的军队除了李舜臣的海军和北方的小部分军队，其他就没有能打的。通俗一点说，除了上面说的全是酒囊饭袋。当然这也不怪他们，毕竟他们本身呀也不吃这碗饭的。朝鲜的求援起初并不被明朝所相信，毕竟以前攻打朝鲜的国家有很多啊，女真攻打朝鲜的时候可没有日本打得这么快。这让明朝担心是朝鲜和日本狼狈为奸，想要害自己，想把明军骗过去，深入朝鲜腹地，再进行围剿。李炎在得到明朝怀疑的消息后，为了让明朝放心，天天给万历皇帝写信，还让使者把日本威胁朝鲜的书信带到了明廷，向万历帝呈上。后来明朝的兵部尚书又经过面容对比，才确认朝鲜是真的被打得很惨。明朝才派祖承训出兵救援，朝鲜皇帝李炎也被明廷接到了辽东保护起来。祖承训出兵之后呢，本想着应该很快就能结束了，结果在粮草、指挥、情报方面完全和战事不匹配。之后明朝又进行了增兵，但最重要的粮草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同年7月，明朝派人去到朝鲜和日本谈判，为粮草准备和大军集结拖延时间。此时的李如松正在宁夏鏖战，日军在朝鲜的将领方面对明军的实力还是有这么深刻的认识的。他们在取得初次和明军的胜利之后呢，就向丰臣秀吉提出过通过朝鲜进攻明朝并不现实，但是丰臣秀吉心意已决，完全听不进去。他们就只能商量怎么对付不断增援的明军。在双方议和期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曾经向朝鲜提出过援助，但是被朝鲜拒绝了。朝鲜认为努尔哈赤用心不纯，不是真心想要来帮自己的。同年年底，李如松带着4万大军救援朝鲜。李如松的第一站选择的是平壤，攻下平壤就能解决明军的粮草问题。以往客军作战都是由主国来提供粮草补给的，但朝鲜有粮草的地方都已经被日军占领了，剩下的再怎么节衣省时，也就够明军用1个月。朝鲜高层给明军的建议是，让他们自己带着银子到朝鲜采集。平壤由日军的小西行长的第1军团防守，此时的小西行长呢，还在和明朝议和的幻想之中。等到李如松的大军杀到，小西行长才慌忙组织防守。虽说日军慌忙组织防守，但实力还是有的。据明史所记，李如松亲自到阵前督战时，如松马避于炮，一马驰坠堑，跃而上，挥兵亦尽，将士无不以一当百，遂克之。
平壤虽然成固，但是大明朝的大炮更为凶残，什么虎墩炮、大将军炮，而日军的火器呢，只有火绳枪。杀到正午时分，戚家军率先杀上平壤城头，砍下日军军旗，插上明军军旗。但退入内城的日军抵抗却更为强烈，李如松选择暂时退兵，回营开饭，同时将明军分为南、西、北3个方向，给小西行长留出逃跑的缺口。小西行长迫于内部压力，并未向东面逃跑，经过侦查之后，选择了向东南的大同江突围。小西行长是一路狂飙才逃出升天。李如松在占领平壤之后呢，打通了朝鲜的粮草要道，总算是把粮草供应给稳住了。平壤之战的胜利也是明军入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此后，朝鲜多道的日军是望风而逃。李如松入朝作战仅1个月就收复失地500里。平壤之战胜负很明显，但李如松入朝作战的碧提馆战役，因为双方史料记载的差异，胜负就有些模糊了。万历21年正月，明军的侦察部队和日军的小部队遭遇，日军向在汉城的日军总部报告了情况。日军觉得这是明军决战的前兆，要在明军总攻之前消灭其有生力量，于是一场小小的前哨战演变成了规模宏大的遭遇战。明军将消息传给了李如松，李如松以为日军要弃城逃跑，随即带着4000骑兵驰援。日军第3、第6、第9军团共派出36000人包围了此前的明军小部队。明军这支小部队是由在平壤战场上表现优异的副总兵查大寿带来的辽东铁骑。战争过程中，祖承训等人也加入到战斗中。在前哨战过了5个小时后，日军的2万人马是赶到战场。到了次日，李如松才带着援军赶到。李如松在得知明军的苦境之后呢，选择了改变战术，使用移兵之计，攻击有兵力优势一面的日军。日军以为是明军的主力已到，决定重新制定计划。此时的日军兵力已经是明军的2倍之多。日军小早川隆景让宿屋景雄配合井上景真合围李如松，但是被李如松看穿了。在日军激动的时候，李如松率明军打败宿屋景雄。在追击过程中，明军是深陷泥潭，名将纷纷下马应敌。小早川隆景见计划失败，亲自率领手下第6军团参战。两军交战6小时之后，名将杨元率1000人赶来救援。在杨元和李宁炮营的掩护下，明军开始退兵。李如松选择亲自断后。战后，小早川隆景向丰臣秀吉报告，击退明军10万人马。其实入朝作战的明军总共不过4万人。碧提馆大战虽然是明军失败，但也让日军失去了和明军野战的信心。两方在汉城陷入僵局。2月，李如松改变策略，派人烧毁日军粮草物资。到了5月，日军因为粮草问题撤回到釜山。万历21年，李如松回国述职。在万历26年4月，李如松在和鞑靼骑兵的交战中阵亡，终年50岁。万历皇帝追封他为少保宁远伯，谥号忠烈，可见李如松在万历皇帝心中的地位。那么大家对李如松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